3岁来自河北实习护士；女嘉宾小杨，同样23岁，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现在在实习是吧？嗯，对呀。哎呀，男护士好，有一把子力气啊。这个，你有话说。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哪样啊？我觉得小伙子挺好的，怎么看不上人家呢？就是现在我们俩在一起吧，我觉得性格特别不合适。哦，就是他遇事儿就躲，我什么事儿都指望不上他。比如说呢？比方说，就是我们有一次去看电影嘛，本来我们选的是最佳的那个座位，然后一去那儿就是看见座位被人抢了。你说他作为一个男人，当时不应该就是跟那对情侣理论一下吗？不是理论什么呢？就是那座位是我们的呀，你凭什么坐我们的座位啊？他一句话都没说。没有。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跟那大哥说一下吧，我说大哥那是我们的座位。然后那大哥就特别找事的是跟我凶说，那个旁边那么多座位呢，你们坐哪儿不行啊？然后你说他都凶我了，他都不管。那他干嘛了？他还拉着我的衣服说，走走走，咱坐旁边吧。你说有这么软弱的男人吗？哦。是你干的？我们那次也是迟到了嘛，人家都坐那儿了，电影也开始了，好多人都看着呢，老丢人了。我也不会吵架呀。嗨，这孩子，我觉得挺占理儿的事儿，你知道吗？主持人他就拉着我走，后来那2口子跟我吵起来了。我一个小女生，我也吵不过人家。后来把我急哭了，他就站在那儿跟木头一样，我都不知道要他有什么用啊。本来就是一个小事儿，是不是？不至于跟人家吵吵闹闹的啊。要是再忍一口气儿，不没事了吗？就离他远点看电影，在哪儿不是看电影啊？主持人他就为他这种软弱找借口。还有一次呢，还有一次怎么了？他不是过生日嘛？我们就去那个日本料理店吃日本料理然后上了一盘三文鱼。看着就特别不新鲜，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去找服务员换一下，或者咱把这盘菜给退了，是吧？”然后他就坐那儿跟装听不见似的，他就低头看那三文鱼。后来我生气了，我推了他一下，他这才起身去换那盘菜。你不换了不就行了吗？然后他拿回来的那盘菜还是原来那盘我说你怎么没换呢？他说2个收银员吵架呢。你说。2个生人吵架关他什么事儿啊？跟换菜有什么关系啊？宝宝怕怕就回来了怎么了你？确实是人家都挺忙的我也不好意思说。再说也只是干了一点嘛，你不吃我吃还不行吗？男生就是不愿意惹事儿是吧？对后来我把服务员叫过来了，我说把这盘菜给我们换一下他当时表现更让人气人，他要坐那儿，他盯着那三文鱼看，就像给三文鱼默哀似的，你知道吗？他睁眼都不敢瞧那个服务员一眼。服务员一看这样，是那服务员长得特别好看吗？他都不敢看了，姑娘。他就是不敢看，长什么样都不敢看。为什么呀？我可能有点害羞吧。你害什么羞？又不让你跟他相亲换个菜嘛，真是不好意思说，别跟人家找麻烦，高高兴兴出来吃饭呢真是非挑3拣4的，我不爱干这个。你看他遇事就躲，一遇事就躲。所以后来这盘菜怎么了？我特别想知道结果。那盘菜后来也没换成嘛，不是？我就说那个最后结账的时候，我就把那份三文鱼的钱我给扣了。我让他去，我就想逼他一下，我看他能拿出一个男人的魄力来吗？他当时就是我把钱包给他收了嘛，他就拿手机微信把钱给付了。你说有这么一个男人吗？让你换盘菜，你能叼块肉啊？那鱼是怎么了？是不新鲜呀？还是卖相不好？你们吃了吗？干巴巴的。你们吃了吗？我没吃，我吃了。好吃吗？一个味儿，没啥变化他就凑合，主持人你知道吗？他人生格言就是凑合来吧，凑合过吧，凑合吃吧。我可不想跟他凑合这么一辈子。是，你找女朋友没凑合吧？没有，我感觉他挺好的，而且我这个脾气虽然挺温柔的吧，但是他挺强势的呀。行，我感觉真要有事了，他出头就行了嘛，不就是？主持人，你看我们俩一块儿出去，他也帮不上我忙然后我现在都快成他妈了，他自己的事儿也得让我管比如说呢？就是
前几个月吧，他一高中同学找他借了2000块钱啊，结果说2个星期还，3月都没还给他啊，然后他就自认倒霉说不要了。你说是不是你的钱呢？你就不要了？我不是不要了，那打电话人家都不接了，我也要不回来了，也没别的办法呀。那我怎么给你要回来了？你要的啊？来，你说说你怎么要的呀？我当时就是给他同学打电话的时候，他同学也不乐意给，我就说你要是不给我们家钱，我就告你们系主任那儿去。哦呀，后来他就给了啊，后来他就给了。你说主持人硬气一点他男生硬气一点肯定给，一点都不硬气。是，你这挺厉害的，反正你要回来了是吗？后来我也给要回来了。你就把这个上升到你是他妈了是吗？还有别的吗？还有就是他现在就是生活中就越来越这样了哈。我就觉得可能跟他工作也有关系。怎么了？他那就是他现在实习不是在医院实习吗？一个科室20多个女护士，加上他一共就2个男护士，挺好啊。他也不跟不跟医生学，就天天跟护士姐姐学。护士跟医生没得什么学。不是，那他也不能跟护士姐姐学习人家的东西啊。你学什么了？我也没学啥，我就和他们搞好关系呗。他们爱啥我也研究研究什么啥。他学 P 图，你知道吗？他原来发朋友圈的照片都特别正经，然后现在不正经了。对，不美图他绝对不发。然后那脸白的呀，比我还白，我看的都恶心。他只是 P 图啊，还是他也美白什么的？就美白、磨皮、拉眼睛，不男不女的。不，这是他整容去了是吗？不，他就是把照片用那个美图工具他弄的。我也就是你干的吗？是美白、磨皮，对。哎呀，我就是感觉挺好玩的这个，玩这个呗。以前没用过，现在就玩这个，这也管我。主持人他还跟人家护士姐们学团购呢，你知道他都团购些什么东西吗？团购什么？团那个水果，团护手霜、沐浴露。他现在一个大男生，吃水果吃的比我都多。好啊，吃水果好啊。他现在把水果当饭吃，团好多在家里。你说他本来就这么瘦，还吃那么多水果。更离谱的是，就是他把那个沐浴露拿回家，我一看，女士专用沐浴露，是给你买的吧？他一个大男生用什么女士专用沐浴露啊？他说是跟护士姐姐团购的，他也不让我用。你为什么不让他用啊？让他用，他用的少，我用的次数还多一点嘛。人家说了，我这个皮肤特别适合这款沐浴露啊。他还用面膜。用面膜用的比我都勤。用面膜倒没什么，我们有些老师天天用面膜啊。我没说你啊。我觉得一个男生没事去健身房健健身是吧？又不去跟朋友一块打球啊，或者去一块喝酒吃饭什么的，这些事在他身上无一体现。主持人，我现在也像个男人，这都。我现在也是知道美了吗？这不是啊。对，男人也需要美啊！我弄好看点，咱俩出去你也有面子，不是吗？我需要的是一个，就是有阳刚之气的男朋友。他觉得把脸弄白了就美了。可是我不喜欢健身呢，我也不抽烟不喝酒的，非逼着我出去。挺好，挺好。男人也应该爱护自己的皮肤，对吧？对，这倒没什么，我觉得这没什么。那你说他爱护他皮肤也就算了，就是我遇到事儿我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不能为我挺身而出。你说点你真切，就你刚才说那2件事，你比如说电影这件事，我个人分析，我选择跟这小伙子做法是一样的，因为看电影的时候我迟到了，我觉得我迟到了之后，我做起来不影响大家观影，大概我也会这么做。至于菜那件事儿，就是因为没有看到那盘菜到底是什么样，咱们就不叫那个汁儿。所以你说那个特别大的事儿，我看他是不是一个不担当的男人啊？就算有人追我，他也不管。不是你让他管什么呢？就是你看前段时间，就是我们不是同学毕业聚会嘛，我们快毕业了，就是最后吃顿饭，然后就是饭桌上突然有个男生就跟我表白了，说什么呀？就说我喜欢你，快毕业了，就是希望。那你说我有男朋友不就完了吗？我说了，完了吗？然后他喝醉了嘛，不是老纠缠我。后来我就出去给他打个电话，然后他电话说的特别好，他说宝贝儿你别怕，我马上来接你，到时候我给那男的好看啊。你说你最后来了吗？我其实接到电话，我马上就去了。我在电话里跟他说，让他先吓唬吓唬那个男的，说他有男朋友了，我过去马上就打他。你去没去？我去了，但是去了之后，
看好多人呢，我就离得远远的看着他们。好多人，那个男的有没有纠缠他？我感觉也没怎么纠缠呢，他跟我拉拉扯扯一路，你没看见啊？我就在饭店左等右等，就是他不来嘛，不是？我寻思宿舍跟那个饭店挺近的，我先回那个宿舍吧。结果那男的非得给我送宿舍楼下啊，然后后来他多客气，他到宿舍楼下给我发短信说：“亲爱的，你别怕，我一直在你背后保护你呢，你在我背后干嘛呀？”确实是在你背后呢。如果那个男的真对你干啥的，我肯定都冲上去了。我真的吗？这是谁说的？键盘说的是吗？啊，来，那男同学跟我拉拉扯扯的嘛，不是我就特别尴尬，我就希望他能出来给我解个围。后来我知道他在我身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啊？出来！然后他就是不出来，然后我拼命的喊他名字，你给我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就跟你分手。然后他还是不出来，我那男同学以为我神经病呢，朝外面喊。结果你男同学自己就跑了是吧？哎呀妈呀，我怎么喜欢一神经病是吗？我其实早就到了，但是，哎呀，我也很着急，我拳头我攥的。你是害怕呀，还是觉得他没危险？你告诉我。我也有点害怕吧，可能是。哎呀，这就是你不对了啊！但是我比较理智吧，万一我出来真打起来了，这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你不值得为我打一架吗？就是不爱我。行啊！还有就是还有呢，见我爸。见你爸怎么了？我就是之前就是我们俩确定关系了嘛，我就是挺喜欢他的嘛，我就把他带我家了。然后我爸一听他是学护士的，就特别反对。哎呀，你爸真是不识人才啊！这个可是个好职业呀。他就觉得一个男的本来就没有多少阳刚之气，还天天围着病房转伺候人，以后有什么出息啊？他就特别不放心把我，就是让我让他当我男朋友。你是想让他跟你爸打一仗？不是，审视男子干气概。当时我爸就是脾气特别不好嘛，就说你换专业吧，让他学临床或者学药剂师啊。然后你说他都大4了，怎么换专业啊？他当时还在那儿。好，跟个收起包似的。我爸说你一点男人的主见都没有吗？那你希望他怎样？我希望他就是，叔叔，我都要毕业了，别做梦了，再见。不是他，对呀，至少也应该有一点男生的样子嘛。他就后来，当时我爸确实脾气不好，我跟我爸吵起来了嘛。是我爸最后直接给我撂狠话说。那个，要不让他换专业，要不让我把他给换了。然后他当时的表现还是，好，哪有这样的男的呀？后来呢？后来就是我爸在家就老看着我那个假期，他不让我见他嘛，不是，逼我没招了嘛，不是，我就跟他半开玩笑似的说，我说，要不咱俩偷户口本把证领了私奔吧？你说的？哎呀！然后你知道他当时说什么吗？他说什么？他说好。他说：“要不咱俩分手吧？”当时把他都吓傻了。你说有这样的男的吗？我一个女的为了你都能豁得出去了。他说要跟我分手，一点都经不起考验。我见他家长，我也很紧张，而且他爸那个态度真是吓到我了，我也不敢说啥。而且他要私奔，他爸万一找我家怎么办呢？而且我真要私奔，我家人也不同意啊，实在没办法，还不如分手了呢。他宁愿跟我分手，也不跟我。伤心吗，姑娘？伤心。他现在越来越嫌我不够男人了。你觉得你男人吗？我感觉我这不长挺高的吗？这是他唯一的优点。小男孩，行，事儿反正听明白了。关于这事儿，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啊。这你要分手啊？我是受不了了。我还不想分呢。听明白了。好了，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呀，如果单看这小伙子在关键时刻不能为女朋友伸张正义，那么真的让很多男士觉得你不像爷们儿，很多女人觉得你也不像爷们儿。但是有一点，问一下这个女生，给你2个选择题。假设在婚姻当中，你只能选择2种状态：一，和你的老公天天的吵架；第2种状态，你得天天替他操心。你要是不操心，这个事儿就做不了。这2种状态，你更倾向于选择哪一种？我选第2种。第2种，操心总比要吵架强，对吧？OK。
其实这个男生你喜欢上他了，并且在后期很长的时间里面，你还以偷户口本的方式要和他结婚，那可见他身上一定有你喜欢的地方。那为什么我刚才会问你这2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爸爸和他正好相反？你爸爸非常强势，对不对？你的爸爸在操你的心，他在管着你。所以呢，你这种类型的人啊，这种性格特征的人，就容易找2类人。一类会很容易找你爸爸那样的人，不管你喜欢是不喜欢。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找你爸爸那样的人，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第一个选择，争吵不断，战争不断。那么今天呢，你选择他，如果说从他人的标准，我们觉得这个男人可能不像个爷们儿般的男人，但是对你而言，我个人认为还蛮适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体现出你的价值，包括刚才你在说他种种不是的时候，你其实都带着一种笑容，而不像现在一样哭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现在哭了？我觉得我爸确实特别强势，我在他身上能找到温暖，他对我特别体贴。所以你的这个性格呢，就是按照大概的这个走向的话，其实你找一个比较温暖的人，正好和你互补。所以这个呢，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幸福当中的一点点小瑕疵和你的一种操心的不满。所以如果你因为这个问题而否定这个人的话，我倒觉得可能丧失了你曾经最初的喜欢他的初衷啊，这是我对你的这个看法。男生呢，调整一下自己。你的女朋友其实在她强势的另外一面也有非常柔弱的一面，比如现在她的流泪，我们能做些什么？你的细心是一种呵护，但是有时候你的勇敢和勇气也是一种呵护。姑娘，我想再追问一下，你此刻的眼泪是因为怕面对和他的分离，还是因为回想起自己家庭里面的一些，比如说父母的争吵，或者是你和父母的争吵？我想起我爸爸妈妈了，他们吵架吵得多一些。所以你哭成这样。其实我觉得你们2个的感情要慎重的考虑一个词就好。先不哭了哈，莫忘初衷。姑娘当初选择这个小伙子时候，你看中他的是什么？他特别体贴，然后对我特别好，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他从来不会说一个不字。和你爸爸不一样，很温暖，很温柔，甚至很柔软。是的。所以你要知道，这样的柔软，我为什么用到了柔软，就是温柔，可能有时候会软弱。你说这盘鱼不新鲜，让你去换，他说算了算了，我吃了得了，咱别惹事儿了。这就是他的柔和软。其实你爱的不就是这一点吗？他如果拍桌子站起来说，你们上的什么菜，你给我换了，这不又变成爸爸的强势和硬了吗？所以你爱他的就是他的这份柔软啊，你忘了吗？小伙子，你最初看上他什么？看他长得也挺好看，做事也挺果断的，也很坚强。所以你喜欢的就是他的强，是吧？算是他的能力。对对。所以在有些事情上，他希望自己强，难免对你也会有要求，希望你也能强起来。就像那个男孩纠缠他的时候，你就再温柔，你当时也应该挺身而出。他只需要那么一点点的坚强，你没有站出来。所以我觉得在爱他的路上啊，你可能还是自我保护的多了一些，没有付出自己所有的勇气。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莫忘当初在一起的初衷。你爱他的强，你爱他的软，同时我们软的背后有硬的一面，而我们硬的背后也有对他温柔的那一面，好吗？谢谢。其实你们之前说的所有的事儿啊，那都不叫事儿。餐厅换个菜啊，电影院里头抢个座啊，
对吧？这都不算事儿。包括他的习惯，敷面膜啊，做保养啊，太正常不过了。但是我听到2件事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一个就是当你的女朋友遇到困境的时候，当一个男人在纠缠她的时候，你没有勇敢地站出来。第2件事就是当女方表现出为了你可以不顾一切把户口本拿出来去登记结婚的时候，你选择了分手。我就在想，为什么？这是因为你的性格所致吗？有点软弱，不愿意跟人发生冲突，就可以让这2件事情发生吗？我想答案是不。每个人当遇到危险的时候都会害怕，当遇到冲突的时候，本能都会有一点恐惧。你害怕可以，但是你把它置于何地？第2点发生了，你提出分手啊，就是因为遇到一些困难，你退缩了。你的爱在哪儿呢？当我恐惧的时候，我的爱人也在恐惧，那我选择应该让谁来承担这一切？等你能够自己体会到你愿意去承担，愿意牺牲自己，不那么自私，不要怕自己受到什么伤害的时候，那会儿说明你真正爱这个人。明白吗？如果没有这股劲儿的话，你对不起他对你的爱，你也不配承担这份爱。龙生9种，种种不同。这场上就有4个男人，就有不同的风格。有像我这样的火爆型的，就一定有像他这样阴柔型的，这都很正常。火爆型的男人也许会在关键的时候为你挺身而出，但是像他这种阴柔的男人，也许可以在病床前照顾你一辈子。所以什么样的男人是真正的男人，大概在外形和性格上，你无法去做出精准的论断。但是但凡有一点是一个男人必备的，那就是男人的血性。血性是什么？果敢、正直和坚持。如果一个男人连血性都没有了，我不管他是阴柔的男人还是火爆型的男人，他都不能称之为是一个男人，甚至连女人都不如。其实女人也是有血性的。你看有些女性在保护自己孩子的时候，在维护自己丈夫的时候，活脱脱就像一个雄性而不像一个雌性，但是她却恰恰缺乏血性。比如说在你那个男同学骚扰你的时候，他就缺乏一种正直。比如说你想偷户口本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就缺乏一种果敢和坚持。所以我觉得这个男人真的不太像男人。我有一个远方亲戚，也是一个女性，30多岁才结婚，性格跟你差不多，挺男性化。她找的一个男人跟她性格差不多，在家里面什么都干，但是跟她一样有点懦弱。后来生了一孩子。有一次我到他们家去玩，我就把他的孩子放在我肩头，让他骑在我脖子上，然后他爸爸就说：“哎，别，小心一点，别摔下来。”这个时候我那个远方亲戚说了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忆犹新。他是这么说的：“让他好好玩一会儿，他在你这儿不能享受到的，难道在别的男人身上不能享受吗？”我想她当时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的丈夫应该心里很难受的。她确实是缺乏这种男子气概。所以关键还是你自己要考虑。我是认为，如果一个男人身上不能给你一点果敢和正直，他就缺乏了雄性应该有的魅力。所以你好好想想，就这样。人是这样，我给你看这件事，就是姑娘，双刃剑。唯一没法帮他洗白的，大概就是别人欺负你，他没冲上去那件事儿。你确实在这个问题上你是缺乏血性的。可以美容，你天天用护肤霜没问题。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哪怕是一个路人，在碰到危急的时候要站出来，跟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没关系，跟你是一个公民有关系，懂不懂？懂了。他是你爱的人，你有责任保护他。没了，你们俩自己琢磨吧。让我们一起进入到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
宝贝儿，我以后一定会改的，我一定会男人的。你每次都这么说。我确实，我有的时候挺害怕的，但我以后一定会，我也去健身，我练一身肌肉，我保护你。哎，这就是孩子嘛。宝贝儿，你别哭。我就觉得有时候你不像别的男朋友那样，我就觉得你可能是不够爱我可能不值得这么爱我。我一心一意的对你好啊，让我干啥我都干啥呀。我再也不用那些护肤品了，行吗？宝贝儿，我知道错了。亲，哎呀，来吧，亮灯吧。回去吧。来，我们把这个门关上吧。下面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要保湿伊贝诗防晒霜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请开门。来。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从男孩到男人有一个生活的经验，大概你应该记住，就是不管你对这人怎样，在别人困难的时候需要搭一把手，人只有在危急的时候才能见到这个人在自己心目当中的分量是怎样的，而你恰恰在那个女生最危急最需要你时你没有伸出手，去成长吧，小伙子，回去吧。啊，我说一句话，一开始恋爱的时候，你的女朋友追的你，我今天这个现状倒认为，女朋友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追她。嘿嘿，去吧，长大去吧。